哎，大家好，我是早喽。4月9号星期四，又是一天的伤病康复日记。昨天的那6公里阈值，从3分50一直到3分30，跑6公里。前后加起来，昨天的跑量有13公里。今天出来轻松跑个3-4公里吧，热热身，看看怎么样。我每天一醒来以后是没有感觉的。第一害怕的是下地。就是下地走第一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出现新的症状，尤其是前一天跑完这种课以后，今天没有，但是今天会感觉有一点点跟昨天不一样，会比昨天起来的时候稍微感觉明显一点点。看看啊，还可以。之前我是不能这样踢腿的，就是伤得最严重的时候是不能这样踢腿的，就是两边有明显的不一样感觉。现在这样基本上没有，就是有一点点。如果你不告诉我受伤了的话，可以说没有。然后这个方向是完全没事儿的，这个方向也好了一点点。之前这个方向踢不了，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哎呀，我们轻松跑吧。所以说明在慢慢向好。这两天太阳都特别好。但是比前两天冷了，12、13度可能。哎呀，不知道呀，再有10天看看情况。波士顿马拉松今天又开始发赛前的各种通知邮件了，说可以提前下单买照片了。波士顿马拉松可能会有一个夜跑或者有一个早跑，过两天跟大家聊啊。看周四早晨上班上学的人，还有不知道干嘛的人。所以听那位医生的话是对的，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稍微跑一跑强度，让它再轻微的破坏再长，要比一直养着要好。而且我最近频繁的跟各种 AI 聊，我发现在这些事儿上 Gemini 不太行， GPT 还很可以。 GPT 跟我说了一句话，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说你要注意优秀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和日常的训练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约等于0。他写了一个约等于我觉得说的很中肯，因为在这种强度下的训练，就我现在这点强度我都面临伤病，运动员们其实也一样，虽然可能跟年龄体质有点关系，但是人大家都差不多。我的观点，今天就绕着家这边跑跑走走，刚才跑了1公里感觉还行。你看这儿新街桥这儿新开业的，这是个麻辣烫的面每个月最后2天这儿都排队，好像是要申请下个月的停车位。看没？你看这条街，这是新街桥这条商店街的北边这条街，就不是那条主商店街。一个特别大的扭蛋商店，玉堂金，大阪马拉松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跑了1公里多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我觉得我要好了，所以那2场比赛我觉得场地赛我不参加了，100公里还是可能要考虑去，因为机会太难得，而100公里强度低就还好。已经报了那个旅行社的抽选，
就是他这个100公里必须你得报一个旅行社，因为那个比赛那个地方特别偏僻，几乎是在北海道的最北边。它那个湖是3/4个湖是内陆，另外那1/4面是跟大海接着的。那个地方没有新干线，也没有飞机场。你要想自己去呢，就是倒各种的电车，所以自己去不可能，就得找那个官方，它有旅行团，有几个旅行团合作，旅行团价格还是挺良心的，就是基本上没有差价，就他给你弄好，有2天3夜的，不有3天2夜的，对不起，有2天1夜的。我们那年报的就是，我想想啊，3天2夜的。赛前一天早晨11点，在札幌的新千岁机场，在新千岁机场集合。集合完之后坐大巴，特别远，大巴坐6个小时，到晚上大概6点，到一个叫做北见的地方，然后入住酒店，管饭，晚上吃饭，吃完饭就睡觉。第二天早晨2点从酒店大巴出发接你到起点，然后早晨5点半起跑，车程大概1个多小时，可能是，就感觉从前一天早晨往新千岁飞就已经开始比赛了。就那2天基本上睡不了觉，因为2点多大巴发车，你差不多12点就得起来，酒店给提供早饭，就专门为这个比赛服务。但是去年其实不是前年，其实我们有点死心眼儿，不用当天去新千岁，所以今年我们决定早几天去札幌，在札幌玩2天，然后那天直接在机场那大巴那儿集合。但是去之前玩2天，回来就不玩了，回来玩不动。那个比赛就是差不多5分配速，全程匀速下来，那就是500分钟。500分钟是多长时间呢？多少？6、8、48，8个多小时，8.4个小时，就是8个半小时，8个半小时之内，我就达到目标。8个半小时就可能前30来名了。那比赛好多人是就跟富士山一样，是可以跑完，但是不能完赛，就是它有关门时间，关门时间好像是13个小时，好像是。反正那天就那年我们跑完，然后回酒店吃完饭。他那比赛是这样，比赛完之后终点那儿就有大巴再接你回酒店，车程大概还是1个多小时。接你回酒店之后，吃晚饭那天还约了一起去的野口先生吃烤肉。那天我们都吃完烤肉了，可能晚上差不多快9点了，还看到有选手回酒店。那大巴持续的时间特长，那些就是跑完了，但是没有成绩，因为关门了。因为那比赛你必须得让他跑完，除非特别慢就有收容车，否则那路上就什么都没有，就跟国道那种跨省的国道似的，你自己想半截停你都没地方去。而且那个路基本上单车道，你不太可能有家里人开车跟着你，规则也不允许，虽然也没人查，但是不允许。4月9号星期四，我就跑了3公里，今天就见好就收，调整让肌肉慢慢的恢复。之后明天是休息日，周6上午应该大概率去朝阳公园。对，明天正好休息日，明天飞北京，大概傍晚吧，晚上下午5点落地，明天飞北京了。然后在北京待到礼拜天下午回来。那礼拜天早晨去看
北京的半程马拉松。北京半程马拉松是个好赛道，是个可能可以出成绩的赛道。就早上起来觉得，就好多时候就是这样，这人今天想少跑，结果呢就是少跑也觉得挺累。你看今天想多跑，也就多跑了。所以马拉松这个事儿，跑步这个事儿就这样，人都有自己的心态和惰性。好消息，好消息！但是今天我做错了一件事儿。今天虽然没有很约死，但是有位观众问我今天去不去大阪城跑步，我说大概率去。我说如果去的话，我出门前给您发个消息。结果不是因为没去没发，是因为我上了一个提醒，早上5点半提醒我发消息，结果我今天5点35醒的。醒了以后，他手机他那个提醒就没了，就是他不再响了，就变成一个未读通知在那儿。因为每天晚上手机有好多未读通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呦，特别特别抱歉，给人道了半天的歉。但是确实今天也去不了大阪城。就这样。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拜拜。